嚴禁出場，違者一律按細作論處。封城期間嚴禁出場，違者一律按細作論處。金国前国师完颜墨的诅咒。是的，诅咒，我已经让人取诅咒中的4幅画了。魏大人，这第1幅，断手被搂在腰间。其实那天我去西夏的中军大帐时，魏大人，请大将軍一等不多事。我也感到非常意外。启禀大将軍，大宋使者燕回城镇守使魏平魏大人到了。启禀大将軍，大宋使者燕回城镇守使魏平魏大人到了。大将軍，当我们冲进大帐时，看到的便是如此。这就是我见到的李元志将軍最後的樣子。這完顏墨的詛咒可真夠變態的。這詛咒真的會這麼靈嗎？哎呀，怎麼可能？魏大人，出事了，出事了！蒙古使者天不兒死了。什麼？蒙古使者死在驛站？人是怎麼死的？天木兒房裡的2個女子今早發現，天木兒被人用1根長矛刺穿心臟，釘死在柱子上了。長矛穿心，這死法和完顏墨詛咒上的第2種死法一模一樣。這背後究竟有何玄機？公吏或有非禮等說，且聽來報，自更才奪。宋詞係淵集錄。死亡時間約在子時，到底怎麼回事？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頸部無勒痕，長矛穿心，將死者牢牢釘在柱子上。心口是唯一的致命傷，而且死者手部並無抵擋兵器的傷痕。是來不及反抗嗎？宋岑，這裡所有的門窗都是從內緊鎖的，我沒有找到任何兇手出入的痕跡。又是密室殺人！你們怎麼可能什麼都沒聽到？你們撒謊，我殺了你們！住手！哈桑將軍，在此案沒有查明之前，他們2個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再者說，你沒有權利隨便殺我大宋的子民。哈桑將軍，這個地方現在歸6扇門管，所有人不要影響我們辦案。這長矛穿透胸口，這完顏墨的詛咒。動不動就是完顏墨的詛咒，下一步是不是要說下詛咒的就是我們金國人？哼！二位姑娘，可否聽到什麼打鬥的動靜？什麼都沒有。我們服侍完大人之後，他說要出去走走。大人讓我們先休息，說一會兒會有人送銀子來，但我們一直沒能等大人回來。那有沒有聽到什麼開門的聲音？出去的聲音聽見了，但回來沒有。
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我也没有。那这离开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辰呢？我们没有看时辰，我俩大概是有13刻左右来的。帖木儿大人离开的时候，至少是亥时，或者快子时了吧。对了，这帖木儿武功如何？我们草原儿郎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帖木儿使者更是英雄中的英雄。那就奇怪了，这尸体完全没有搏斗的痕迹。哎呀，如果真是让人下了诅咒的话，这案子可就不好破了，因为他不是人干的呀。这案子怎么查呀？啊，我看咱们也别白费功夫了。行了行了，什麼詛咒不詛咒的，都是裝神弄鬼罷了。先前的建陽霞水女鬼案，都說是厲鬼復仇，最後不也證明了都是人幹的嗎？我有一個問題，那根長矛是誰的？長矛是帖木兒大人自己的兵器，平時就放在屋子裡。我們蒙古兒郎兵器是不能離手的。哈桑大人，我想進一步檢查帖木兒的屍體。什麼？人都死了，查不出兇手，你還想對大人的屍體做什麼？我也是為了盡快找到兇手。是啊，這位小兄弟很有能力，之前破獲了不少起詭異的案子。哈桑，這位是我的得力助手，之前跟着我辦了很多案子，你放心，一定把案子給你查了。好，等7天，7天後我需要你們告訴我誰是兇手，不然的話，這筆賬就算記在你們的頭上。7天。我同意哈桑將軍說的。現在除了我們大夏使者，蒙古使者也死了。我希望7天能給我們一個答案。7天？魏大人擔心的對，這7天時間太……沒問題，就7天。索斯，7天時間太短了，我還沒……魏大人，請找人處理一下屍體，明天我要驗屍。另外，這2位姑娘，還請您找人保護一下，我怕兇手會對他們不利。好。其他的人，我們去大堂說話吧。如今啊，五國會盟現在已經死了2國的使者，這個問題很嚴重。我呢，暫時也跟你們說不清楚，但是我敢肯定，肯定不是人詛咒，一定是人幹的。放心，我一定把人給你找出來。這不是詛咒，這是什麼？我大夏大將軍莫名其妙死在中軍大帳，門口還有士兵守着，就這麼掉了腦袋。還有他蒙古使者，一身武藝，就這麼被釘死在了柱子上，並且屋裡還有2人，卻什麼都沒聽到。人怎麼可能做出這樣的事？這有些事情，想不到的時候，覺得不可思議；但如果真的想到，也就不會覺得奇怪。那你說，如果不是詛咒，那兇手是怎麼做到的？我暫時還沒想到。不過沒關係，你不是說了嗎？有7天的時間，這7天之內，肯定會給你們一個答案。白姐姐，你在嗎？白姐姐，白姐姐，白姐姐，你醒醒啊！白姐姐，白姐姐，晴兒，我怎麼了？我哪知道呀？我看你晚上沒怎麼吃東西，就給你備了些，哪知道怎麼叫門你都不開。我看這屋裡有煙，我就衝了進來，然後就看見你趴在桌子上，我怎麼叫都叫不醒，可嚇死我了。對，我正在改進安神香，可能劑量用的有些大，一下子睡着了。可別再嚇唬我了，你再最新藥學，也不能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啊。來，坐，我沒事，別擔心。
餓壞了吧？快吃點東西。怎麼了，晴兒？啊，白姐姐，我和哥哥可能過不了多久就要把客栈關了。為什麼？出什麼事了？雖然我們這裡一直是紅袄軍的聯絡點，可中原抗金，哥哥始終覺得使不上勁兒。哥哥不甘心待在幕後，而是想真正的跟隨李將軍殺敵。你們再等等，大宋很快就會北伐，到時候南北響應，大事就能成，千萬要沉住氣啊！北伐，說了這麼多年，卻一直沒有音訊，也不知道朝廷的部隊何時才能真正的北伐。晴兒，相信我，很快了。這次五國會盟說是和平談判，但會盟使者慘死，你覺得還能談得下去嗎？白姐姐，這件事情……總之，這次五國會盟不會很順利。無論兇手是誰，目的都是要破壞這次會談。而這個兇手使用的是金國前國師完顏穆的詛咒，無論金國人是不是背後的元兇，他都撇清不了干系。這個兇手就是要攪亂這一灘水。是啊，事情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大家都知道，這無論是兇手殺人還是詛咒殺人，都遵循着這完顏穆圖上的內容。如今第一種死法，抱手置於膝上，和第二種死法，長矛穿心，均已實現。也就是說，再過些日子，還會有兇案發生。這將是一連串針對五國會盟使者的連環殺人案。你的意思是說，還有使者会死？現在的使者就剩我們大金國、大宋國，還有回鹘。那我們3個人之中，至少有2個是兇手的目標。別害怕，我剛才就想說來着。剛才呢，李元珍大人一生氣，把我的思路全給打亂了。現在留給咱們的時間不多了，還有7天的時间。在這7天裡，還有3名使者。如果再死2名的話，那麼剩下最後一個使者，就是兇手所在的國家。金人的诅咒，卓洛图，你們金人的嫌疑最大了。如果是我们金人殺人，我們怎麼會效仿完顏穆國師的詛咒？那不是此地無銀300兩嗎？要我說，大宋國的使者現在還未到，嫌疑最大的應該是他們吧。今天我們韩大人就會到，實在是有些事情耽擱，但是我們大宋的人是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什麼人？不准進來！他是我的貼身護衛阿蘭。哲魯圖大人。喂，你這個人好潑皮无賴啊！看人家長得好看，非要跟人家吃飯呀？是他，他是金國使者的護衛。我沒事。眼下我們不應該互相猜測，也許這就是兇手最想看到的。兇手讓我們互相猜測提防，讓我們互相不信任，然後他就可以各個擊破，破壞本次和平會盟。所以沒有證據證明誰是真兇的話，大家必須要團結。聽見了吧？我的另一個助手考慮的還是比較周全的。現在我們非常危險，必須團結，增加防備，別讓他們再害了其他人。我們已經死了2個使者了，我覺得我們這個會盟根本沒有必要再舉行下去。魏大人，趕緊把城門打開，放我們各自歸去。不行，必須要抓到真兇，才能開城門。你這麼急着走，不是心裡有鬼嗎？我只是不想被殺了，難道要在這兒等着看誰先死嗎？魏大人，你們大宋不會想軟禁他國的使者吧？不敢不敢。卓魯圖大人，
天亮我们韓大人就會到，到時候是走，還是繼續會談，你們商量就行。沒有韓大人的命令，我實在不敢私自開城門。況且，其他幾國使者都還在呢。你要是這麼走了，怕也不好交代吧。說到底，你們還是懷疑我。錯了，是在場的每個人都有嫌疑。白姐姐，你怎麼看？到底是不是金人幹的？是也不是。姐姐把晴兒弄糊塗了。這完顏穆的詛咒的確是金國人的，可用這個方法殺人，未免也太直接的告訴別人我就是金國人。所以兇手這招非常厲害，讓人去猜。無論這個金國人是不是背後元兇，他都逃脫不了嫌疑。可我實在是想不明白，如果金國人真的是背後元兇，那他怎麼撇清自己呢？嗨，想不明白就別想。白姐姐，明天我再去勸勸哥哥，讓他沉住氣。來，快吃飯吧。好。五國會盟開始以來，使者居住的驛站一直都有重兵護衛，我相信兇手很難逃離。如果說這個驛站沒有發現密道，那就代表兇手一直就在驛站中。所有不能拿出帖木兒被殺那晚不在場證明的人，都有可能是兇手。衛平大人，這天快亮了，白天我還得驗帖木兒的屍體，等韓大人來了，再統一詢問大家的不在場證明吧。好，我知道，各位官人都是各國的大官，但是既然我答應各位7日之內查出此案，那請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這點要求不過分吧？那7天內，要是查不明白，這好辦啊。7天之內，如果查不明白，直接就把他的頭割下。我告訴你啊，你是我的上司，我腦袋掉了你也保不住。你不是在屋裡答應的嗎？攔都攔不住，我也沒說單腦袋，就不能單點銀子？當然不會要你們人頭。那我就放心了。7天內查明此案，在這7天裡，我大夏的人會配合你。但到時候要是查不明，人是死在你大宋境內，不管兇手是誰，這責任就是你大宋的。到時候，別怪我們兵戎相見。是啊，反正這次會盟也沒法談和了。要是查不出的話，我蒙古鐵騎就會自己來查。魏大人，我相信這件事情，你會給一個交代的，對嗎？對。大宋和回鶻向來交好，此次案件，回鶻定當全力配合你們。好。讓你許諾7天內破案，責任又大了嗎？怎麼辦？這是我的問題嗎？趙小六他拿腦袋擔保，關我什麼事啊？哎呀，行了，魏大人，時間不多了，趕緊去探查吧。探查什麼呀？這突然下這麼大雨，有證據早沖走了。要不是你答應人7天呢？7天查不出來，直接把你頭給剁了。你腦袋也掉，割我腦袋。參見太傅大人。太傅大人，我这可如何是好啊呀？你這個鎮守使是怎麼做的？
五国會盟還未開始就死了2國的使者，你讓會盟如何進行下去？誤了國家大事，你擔當得起嗎？太傅大人，事情真的很詭異，我已經各方面加派人手，可自西夏使者死在中军大帐之後，蒙古使者也莫名其妙被殺，而且死法跟完颜穆诅咒一模一样。好一个完颜穆诅咒！苏轩，大人，替我拟一道奏折。一方面，我们要尽快查明真凶；另一方面，我要让皇上知道這邊的情況，讓我守軍做好準備，萬一失控，不會被動。去吧。是，末將這就去辦。現在這個案子誰在查？回大夫，是京城六扇門申部風不平的徒弟趙小六，還有他的朋友。這個風不平，我也有些交情啊。我怎麼不知道他有一個叫趙小六的徒弟？回太傅，他拿着風捕頭的令牌，是皇上親自給風捕頭的令牌，錯不了。我已經看過了。如果不是風捕頭的徒弟，風捕頭怎麼會把這麼重要的東西給他呢？那你覺得他查這個案子可以嗎？趙小六的真實水平，我現在還不知道。但是他的朋友宋慈和李子方，倒是有些本事。據說那個宋慈在1個月前破獲了建陽霞水女鬼的案子。宋慈，有點意思。宋慈這小子一直都這麼變態嗎？什麼意思？什麼意思？你沒看他一直在那兒擺弄屍體嗎？我看他擺弄屍體的手法那麼熟悉，不是變態誰能幹出這種事兒？你們六扇門的捕快不需要擺弄屍體嗎？我不需要擺弄，我把屍體都交給仵作來處理。你們倆，誰幫我搭把手？啊？小六，瓶子。你拿它幹什麼？快，打開。你往裡擠的什麼東西？這裡面是死者的胃容物。胃容物，當心點，別弄掉了。哎呀，不是你弄它幹什麼呀？這個可是我的發明，可以抽取死者體內的液體作為研究。有些時候，屍體表面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讓人推斷死因，我還需要在屍體身上發掘更多隱藏線索。這2名死者都身懷武功，但是卻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被殺了，因此，我得先確認一下，2位死者生前是否服用過什麼藥物，讓他們失去了戰鬥力。你不會這麼變態吧？這麼惡心的東西能分析出什麼來呀？我分析不出來，但是有個人，也許可以。宋慈，還發現了什麼？這口鼻處沒有纖維。眼角處沒有出血點，因此可以排除死者是窒息死亡後被兇手處理成詛咒中死亡方式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這2具屍體上都沒有生前搏鬥過的痕跡，而且我在李元志的衣物上發現了嘔吐的跡象，所以我才懷疑這2名死者生前服用過某些讓他們失去了戰鬥力的藥物。看到沒？這才是專業的。所以根本就不是詛咒殺人，你知道不？你以為我真不知道？切，我能不知道嗎？
就这胆量？子方，还有一个。怎么又这样？苏大哥，小姐，谢谢。苏大哥，衣服已经到了。太傅大人已经到了，现在忙于应付各国使者。那他有什么吩咐吗？小姐，宋慈这个人，你可有耳闻？宋慈，我有印象，之前帮过一次。太傅大人的意思是，希望你可以接近这个人，如果有真才实学，便拉拢过来为我们所用。我听说他在建阳城破了一桩大案，很是聪明。好，我明白了。哦，对了，京城的案子可有眉目了？还没有，已经有4名朝廷命官离奇死亡。就在你走以后，京城又出了另一桩大案。我仔细看了一下，鼻孔处没有纤维，眼角处也没有血迹，2名死者并非窒息後讓人處理的屍體，因此可以判斷他們在被殺之前失去了戰鬥力。哎呀，但我們在李元志將軍身上又發現了嘔吐物，因此我可以判斷，在被殺之前，他一定是吃了一些什麼東西。然後呢？具體吃了什麼？那兇手是如何殺人的？這個，哎，宋慈，來，你說2句。你繼續說呀。這個我都說完了，該你說了。將軍大人，我們剛來1日，才剛看見屍體，接下來還要查看李將軍所死的中軍大營。目前這個案子還是沒有頭緒。哎，將軍不可！請務必受李元志一拜。3位小兄弟，我兄長一直以來都主張大夏和大宋的和平，因此這次5國會盟，他也是非常積極。兄長曾說，5國會盟關係到2國百姓的福祉，他此次前來就是為了促成會盟的成功舉行。沒想到會盟尚未開始，但卻突遭意外。無論如何，還請各位找到兇手，還我兄長一個公道。李將軍，我們真的受不起，你兄長為了會盟而來，卻被別有用心的人害了。相信我們，一定能查明真相。李將軍，這魏大人限制了我們進城的時間，帶路吧。請。2位軍爺，這李將軍死的當晚，可有聽見什麼可疑的動靜？哦，是這樣的，宋老弟，我兄長被殺，守衛中軍大帳的職守保護不力，按照軍法，當晚已經處決了。啊？這是軍中的規定。好吧，那我們進去吧。請。大帳陳設未曾動過，和先前一樣。前面的書案，就是當時我兄長遇害時的位置。兄長。另外，負責我兄長伙食的伙頭，我也讓人去叫了。不可！
这位小兄弟，這是我之前寫給大家軍的公文，我想跟本案無關，並且涉及一些我大夏的軍情機密，手欠，還望小兄弟見諒。得罪。這裡很多冊子，涉及軍隊及國家，我們雖說是來查案的，但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這些軍情密報，還是不要亂動比較好。趙小六，幹嘛呢你？我是故意的吗？切，不好意思啊。没事。李将軍，這兒怎麼這麼多經書啊？我兄長向來信奉佛法，這次南下路過大佛寺，給每一位身邊的家人朋友都求了一卷平安經，希望能保所愛之人一世安樂。可惜，兄長他還是……可惜啊，就沒給自己求。李将軍，我這例行公事，有些問題還是必須得問你。帖木兒死的那晚，你在幹嘛？先坐吧，坐，先坐。那晚我就在驛站裡面，但思念兄長，一時睡不着。我的隔壁就是帖木兒的房間，他找了2個勾欄女子尋歡作樂，吵得我不勝其煩。我過於煩悶，就獨自去驛站大堂的桌子旁飲酒。那會兒差不多快到子時，大概子時剛過，我聽到帖木兒屋子開門的聲音。緊接着沒多久，他又進去了，之後我就沒再聽到其他什麼動靜。那除了你之外，可有看見什麼可疑的人？又或者，有什麼人進過大堂？有，就在帖木兒屋門關上沒多久，哈桑就回來了。他也看到我在大堂飲酒，當時我們還說了幾句話。那你們說了什麼？李將軍，好雅興啊！一個人在喝酒啊？哎，還是帖木兒大人有雅興啊！我實在受不了這聲音，在這坐會兒。哎呀，我家大人，哎呀，血氣方剛，就好這一口。來，我剛好帶來2隻燒雞，就借李將軍的2碗酒，一起吃怎麼樣？哼。自然沒問題。他不知道從哪裡弄了2隻燒雞進來，看我在喝酒，就坐下與我一起吃。大概是在子時過1炷香的時間，我們就聽到了樓上女人尖叫的聲音。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我們倆幾乎同時進入屋子，進屋後就看到帖木兒已經被釘死在柱子上。那這期間，可有聽見任何聲音？除了尋歡的聲音。我就是受不了了，才下樓去的。那金國使者和回鹘使者呢？他們的屋子在驛站院子的另一頭，好像也沒什麼異常啊。哦，對了，我飲酒的時候看到了金國使者涿鹿圖的貼身護衛，好像叫阿蘭，曾經離開過驛站。